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做这种社媒运营、内容创作的一个思路和想法。其实我只是2026年刚刚开始去做这种自我的社媒运营，所以经验其实并不多。但是呢，这个想法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我有一个思维上的转变，现在的想法完全推翻了之前的一个判断。另外呢，就是之前看到油管大神 Dan Cole 的一个视频，发现其实他也是有相似的想法，而且也按照这个方式去执行。所以我在想，这个内容也值得给大家剖开来说一说，也许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视频出发，视频决定一切，后面的内容全是由视频衍生出来。不管你是用 AI 的方式创作，还是去手写，但是都是来自于最初的这种真人出镜的视频。那基于这个想法呢，目前我是这样的一个双管齐下的内容创作和运营的策略。一条线呢是纯 AI 生成的内容，从选题开始到内容的生成、审稿、反复的修改，到后面配图、排期、发布，所有环节几乎没有人为的参与，但是会有人的反馈，内容质量怎么样，方向对不对？但是呢，实际的 dirty work 都不是由人来完成。而另一条线呢，就是纯视频内容，非常真实的真人出镜也好，或者是讲解一些技术小应用、技术小技巧也好，或者是录屏介绍一个产品软件也好，但是是很真实的视频内容。这两条线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 AI 的内容生产，它是以热点、以什么东西能够形成爆款、形成关注、形成流量、产生钩子作为出发点的，而个人的视频内容是以个人的喜好。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讲，什么样的内容我能讲明白，或者我有体验，我有感受。去年我在油管上面的一个频道叫 Starters Story 上面看到了一个双胞胎兄弟，他们的做法就是 content first，就是我们所讲的视频内容这种原创内容优先，先做内容。他们是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的小哥俩，然后每天或者每周会定期固定有几天的时间，批量的做很多视频，录很多内容。当这些海量的内容发出去以后呢，他们会观察内容的反馈，从中挑一些反馈很好的内容，然后研究背后的逻辑。这时候呢，他们会考虑把它进行二创，不论是做成 Instagram 的图文，或者这种故事流，还是其他的平台。如果这个点子和内容进一步得到了传播，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会用 AI 工具把后面的这个产品做出来。因为有了前期内容的验证，所以它获得首批用户是非常容易的。当时这个视频给我印象很深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理解有些偏差，而是在想他们一直在生产内容，所以呢，就在考虑说用 AI 做一个这种内容从生产到发布的全自动的工作流。因此呢，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做了一个，然后绑定了像 Twitter、Pinterest、Instagram，然后 LinkedIn 这样的平台，包括微信也能够通过 API 发到后台作为草稿。这时候呢，我刚刚提到的双管齐下的内容策略的第一条腿就出来了，也就是纯粹的 AI 生产的工作流。那我们第一条线其实保持内容的产出在一个固定的基线以上，也就是及格分以上，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帮你建筑一个在网感，像 Google 这样的引擎，百度也好，他们都会对这个社交内容进行这个收录。不同的平台上面有不同的发布的内容，然后呢，发布的频率也比较高。那么你的产品或者单纯你的个人账号在搜索引擎上面的有机的搜索和点击量就会上来。另外呢，纯靠个人的运营、手工运营，这个会非常的疲惫，非常累。很多琐碎的事情，比如说平台的适配呀，不同平台的风格不一样啊，包括我实际的经验发现，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受众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肯定也会反映在内容上面。因此，一个让你始终存在于网上、活跃于网上的 AI 全自动的内容生产和发布的一个工作流，就是很有必要。它绝对不是全能，但它是必不可缺的。那么第二条线呢，也就是更重要的一条内容生产路径，就是做这种真实感很强的视频。现在在 AI 时代，一个真实的人在你面前的感觉，不管是看视频也好，还是真的面对面，那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虽然我们还是会倾向于用 AI 工具去整理真人视频的这个摘要，但是像之前听张载拉的一些播客，他也谈到，我还是愿意把它听完，才有可能从心里去理解这个内容。因此呢，我觉得现在像我们做一个真实的出镜的视频，一方面呢是通过这种真实的存在分享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其实也在帮自己把我的想法固化。这个时候呢，就回到了去年看到那个 Starter Story 的那个双胞胎，他们所提到那个观点了，就 Content First，这个视频
内容要走在最前面。我也现在是这样实践的，每一次我录完一个视频呢，发布以后，我就会把这个视频的转写文本整理出来，然后喂给 AI，跟他说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内容写成一篇文章，然后发到 Reddit 这种比较倾向于真实的技巧啊、个人感受的分享的平台，而并不是做营销。那通过真实的这种视频录制产生的文本，然后再去转写，它的内容会非常接地气，没有什么 AI 味儿。这一步呢，也不能完全用 AI 的产出，你还要在里面做一些调整、修改，加一些配图。当然了，这个过程你仍然是可以反馈给 AI 的，让它更理解你现在想做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方便以后产出的内容更贴合你的需要。我这样操作下来，发现效果非常好。之前在 Reddit 上面只有一个 Karma，如果你对这个平台了解的话，你也知道这个平台非常重视这种用户的活跃度，需要有真的获得大家认同的内容，大家给你 upvote，给你点赞。那我之前呢有录过一个视频，讲我用了12年的笔记本，他们的进化过程，最开始什么样，最后什么样。这个视频做成了文本以后呢，再配了一些截图，结果在 Reddit 上面就非常火，几天就帮我涨了200多的 Karma，而且下面的评论都非常的真诚，大家非常喜欢这样的内容，哪怕这个内容完全是 AI 写的，只是加了一些图片，然后删掉了一些冗余的部分，但是它体现出来的这个思路和分享的详细度，仍然是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视频最初一直在说，这2条路线双管齐下，缺一不可，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作用。第一条线的作用是让你有在网感，你一直存在，这种内容更多是给机器看的，是让这些搜索引擎、大模型，它们能够了解到某一个品牌、某一个账号一直活跃着。而第2条线呢，才是给人看的。那么前面提到了第1条这个内容全自动生产工作流，那我有做一个，现在已经开源了。那在这个工作流里呢，你可以简单的定义一个文档，在这个文档里写清楚你这个品牌的一些调性和思路。但是这一步远远不够，还有一步呢，我们是借鉴了Danco的一个经典的概念，叫你的思想歌单。通过不断去引用你的思想歌单，在内容中不断注入你已经很成熟的思路，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内容的一致性。那思想歌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在过去的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你已经固化的、认同的，并且得到充分验证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都能找到10几20个这样的想法，那你就需要找到属于你的这些，把它定义为一个思想的清单。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起，仿佛是金曲一样。每一个内容你都需要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把它讲明白，让人一目了然。当你做好了属于你自己的思想歌单以后呢，你就可以让这个工作流去调用它。每一次当它有了新的选题需要生成内容的时候，它都会不断去翻看，看里面有哪些想法和观念、观点可以和这个主题契合，那么就会进入到这个主题最后生成的内容中，形成它的一部分。这样呢，当别人看到你的内容，就会发现虽然讲的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好像都在讨论类似的主题，就会给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真实感，就是这个人他是有一些固定的想法的，他一直在表述这些想法和观念。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一条自动生产的内容其实更多是给机器、给 AI 看的。那他们对于内容的理解也偏好于这种具有一致性、连贯性的内容，因此也会对这样的账号更加青睐。那接下来呢，我也会录一期视频，专门介绍一下我这个已经开源的内容生产工作流是怎么运作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持续关注，也可以私信我，我把现在的工作流链接发给你。好的，这期就到这里，拜拜。